海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湾，水是非常平静的。但是从这儿一直到那儿积有许多细沙的石崖附近，都是很深的。他拖着这位美丽的王子向那儿游去，他把他放到沙上，非常仔细地使他的头高高地搁在温暖的太阳光里。钟声从那栋雄伟的白色建筑物中响起来了，有许多年轻女子穿过花园走出来。小人鱼远远地向海里游去，游到冒在海面上的几座大石头的后面。他用许多海水的泡沫盖住了他的头发和胸脯，好使得谁也看不见他小小的面孔。他在这儿凝望着，看有谁会来这个可怜的王子身边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来了，她似乎非常吃惊。不过时间不久，于是她找了许多人来。小人鱼看到王子渐渐地苏醒过来了，并且向周围的人发出微笑。可是他没有对他做出微笑的表情。当然，他一点也不知道救他的人就是他。他感到非常难过，因此当他被抬到那栋高大的房子里去的时候，他悲伤地跳进海里，回到他父亲的宫殿里去。他一直就是一个沉静和深思的孩子，现在他变得更是这样。他的姐姐们都问他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，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？可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有好多晚上和早晨，他浮出水面，向他曾经放下王子的那块地方游去。他看到那花园里的果子熟了，被摘下来了。他看到高山顶上的雪融化了，但是他看不见那个王子。所以他每次回到家来，总是感到更痛苦。他唯一的安慰是坐在他的小花园里，用双手抱着与那位王子相似的美丽的大理石像。可是他再也不照料他的花儿了，这些花好像是生长在旷野中的东西，铺得满地都是。它们的长梗和叶子跟树枝交叉在一起，使这地方显得非常阴暗。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不过只要他把他的心事告诉给一个姐姐，马上其余的人也就都知道了。但是他们除了他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，别的什么人也不知道。他们之中有一位知道那个王子是什么人，他也看到过那次在船上举行的庆祝。他知道这位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他的王国在什么地方。